Hello, boss. Brother 还是 bro？ 今天我们就要讲在中国和大马两地不同的称谓，各种称呼。今天会有一点长，但我预感会很好玩。我们还是准备了7张卡片哦。王太，你先来抽一张好吗？好，看你的啊。好，这个是什么？兄弟哦，兄弟 ，brother。你在国内被人家叫吗？会有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在国内和在这边叫的差别是什么？怎么说？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别人跟你关系相处得很好，大家很开心，有那种真正的 brotherhood， 会把你称为他是我的兄弟，会有的。但是呢，当你工作以后，在我们的职场上，反而兄弟变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商业上的，别人会有时候会叫你兄弟什么什么事，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套近乎，就反而是在不是那么熟的人之间会有这种称呼。你是说直接用中文讲兄弟？对啊，就是兄弟这样的经常会有。他明明是老板，就是说是比较高层之间的，他明明是很高的一个老板，他让你办一个事，他会叫你兄弟。有好几个 CEO 或者董事长来着的，反而叫我是兄弟。会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想说，不是吹就有人讲你们什么白领的那种什么感觉没有，我只是说一个现实的状况。你肯定不会吧，因为你是女生嘛。这是对我闻所未闻。但是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采访肉夹馍的老板，张老板对吗？他就是每次叫你王哥。这也是我确实在上海的时候比较少听到的一种叫法。对，那个张老板他是中国来的嘛，他在大马生活了7年，他也叫我哥，对不对？他还叫我姐。对，就我们的姓加上哥或者姐，这确实好像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区也是很流行的叫法，就很亲切。对。然后其实延伸到上海，我们平时在工作中稍微见到熟了一点的，他只要比你年长一点，或者是供应商、客户同事也会用哥这种称呼的。这个我倒是觉得蛮自然的，确实蛮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我想起来，我工作上我们是会碰到的，就是如果说其他同事来求我办事，有的时候是像开玩笑会说，大姐你帮个忙，这样会叫我大姐。这又有点不一样了，好像是。我感觉就是特定的，就是这种叫一下大姐。好像把你叫成了潘斯利了，这种感觉。那这边大家就叫你直接叫你 bro。这里的 bro 这下面这个词就是在大马，我讲这里是大马这蛮多的。就我到大马之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些同事就是一口一个 brother， 然后每天见面 brother 走，吃饭，就经常会这样的。然后在外面呢，虽然没有 boss， 另外我们要讲的一个词听的这么多，但是尤其在华人间或者是马来人他们叫你叫 brother 还是有的，还是蛮多的。你相对开心一点，比方说我跟别人买完东西很开心都 OK， 拜拜 brother， 也会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被这里马来西亚的警察在路上拦停下来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然后当时后来跟人家摆摆手，你跟人家说 Thank you bro。 对，因为你跟警察说 bro。 对，因为他最后没有让我上法庭嘛，他也饶了我了，所以我就叫他 bro， 又代表一种比较开心。这是这个。Okay. 我也惊诧到了，可以叫警察 bro， 不应该是 Thank you sir。 我没有叫那么多 sir 了。我觉得这个是两种文化差不多，但是有细小的差异嘛。好，那我来抽一个好吧。 OK， 我们一人一个这个叫小什么，也包括老什么。我写一个小叉，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姓王，那别人有可能叫你小王，对，比我年纪小的有时候会叫我老王，对吧？下面的英文我写了一个是代表这边我观察到对应的在马来西亚的称呼。对，而且他们这个你来讲讲看吧。我觉得小这个就是比如说小王小任这种，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开始就发现爸爸妈妈他们这么会去称呼他们自己的同事。然后但是我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到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职场里面很少听到人家这样叫你，因为在职场上面你叫人家小什么来着，就是感觉是你好像是要比他高。对，有一个不平等那个感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刚刚去加入一个新公司的时候，大家看我年纪还蛮轻的，我下面管的几个子公司的厂长对我就有一些不怎么待见，他们直接就上来叫我叫小任。就在职场里面会把你叫小了，对吧？对，但是他们看我竟然是经常需要跟 CEO 去直线汇报的，自从他们看了那次会
岁之后就开始改称我其他的称呼了，对，叫我任总。但在我们以前公司啊，如果叫老的话呢，尤其是那些做技术的同事，但是反而是大家喜欢他，比方说老宋啊，老李啊，老张啊，会有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些，就是等我再长大一点，我就知道北方还有称呼，就把人称为大的，像什么大刘啊，还有人叫我大王。哦天哪！我那个朋友不是经常叫我大王吗？因为你的 size 叫我大王，码子比较大嘛。但是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跟这个对应的就是叫老什么老王。对呀，方婷就说老嘛。对，我就说这个老王并不是有的时候是指年龄小，而是指你们之间非常的熟人，就是特别熟。像我们家儿子嘛，他跟他的那些中国朋友之间，他们就会叫他的同学叫他老王，他叫人家老潘。对，像我们以前啊，学校有2个姓钱的老教授，但是呢地位不同，所以人家说那个比较有地位的，我们的院长只能叫他老钱，而我们的那个校长他是非常有地位的，大钱吗？参与了原子弹那个叫钱老。钱老，哎，你能品出这里面的差异。好，那么快讲，下面写了啊什么呢？是我同事之间观察到的。比方说，那他名字里面霍，那我们就叫他阿霍。哎，那我后来就问了，那说麦克该怎么叫呢？他们也会叫他阿麦。对呀，哎，那么 True 就是阿 True。哎，你这样叫也是挺亲切的嘞。阿威廉。啊，威廉倒没有。Wilson。哎，如果我又叫威廉的话，那就是威廉。那会儿有一张卡片也是这样写。你可以叫你阿比利。阿比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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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利。对呀。OK，好，现在轮到你再来抽一个。来，阿一华抽一个。这个。啊，我写的是什么？张三就是直呼其名的意思。就假定说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张三。那么有哪些场景下谁会这样把你的姓加上名直接称呼起来？我假定比方说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我随便想个名，比方说他叫 Lee Siu Ang， 我们会直接叫他 Lee Siu Ang 吗？好奇怪啊，对吧？应该不会吧？起码是把他的姓氏省略掉，只叫他这个名，或者前面要有个 suffix， 比方说 Miss 啊，或者怎么样啊，对不对？所以我在下面。我不知道怎样写。你要写 William Wong。我写了一个 William，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英文名的话，那别人肯定会叫我 William 嘛。甚至有不少人就叫我 Billy， 对不对？OK， 那是有的。如果没有，我刚刚就讲了，我可以叫他阿 True 啊，阿 Mike 啊。好，那么你来讲讲看，为什么你今天特地想到了这个，就是说直呼其名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呢？你被碰到哪些情况？不要太多。谁这样叫你？首先 typical， 我在家从小在家对我爹妈在家里面就叫我就连名带姓这样叫你，对吧？对。还有就是在很多场合，我觉得，我自己工作以后，我是不会这样直呼其名，我觉得挺不礼貌。起码我会把人家的名字的这个姓去掉，然后比如说人家宜华，对吗？但是我发现我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跟我不熟的话，我觉得他们缺乏一些教养，直接就叫我名字。哎，如果是朋友，我会觉得有点奇怪。还有我在公司里面也会碰到这个情况。如果是同事，我也觉得也有点奇怪，因为哪怕你是中文，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会叫他后面的这个名嘛，对不对？哪怕他是中文也这样啦。你有英文当然最好，显得更加亲切一些。那你说家人呢？我倒是可以理解，因为你包括说像 Wilson， 我们有时候也会叫他中文的直呼其名嘛。我不可能叫他后面2个字吧？老东家里面的一个50几岁的女 HR，我没有什么敌意啊。她心情好的时候，她就会叫我宜华。然后平时就是你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了，就全部叫出来了，是吗？连名带姓这样叫，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我不知道大马人，大家你们是怎么称呼别人的？如果你第一次见面知道他的名，你就叫他的后面的这个 first name 呢？你还是会把他，比方说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Lee Siu Ong， 你把它全部叫出来，或者加上一个 suffix， 大家来 comment 一下啊。好不好？对，还有我也想知道，大家在家里面会直接把自己小孩连名带姓这样叫吗？哪怕是自己有一个家里面的中文名的话，会吗？对呀，我们家是不是比较特殊？对，亲戚到底该怎么叫嘛？我们家是不是比较特殊啊？刚才讲到兄弟我要补充一下啊，你不是说我们这里有叫哥吗？在大马也有可能有些人，如果你是哥哥或者他年长一点，叫他阿邦会比较亲切保险，而不会把他 anchor 叫为显得太老。如果小一点的呢，就叫阿弟，就是弟弟，也会这样叫的。但是呢，在马来语当中有说阿棒也是叫老公的意思。哥哥，你以后也可以叫我阿棒。
啊，揣一下啦。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以前我们高中那个学校对面的那个小卖部那个老板娘，每次看到你看到我，表情就不一样，看到你就是把你当弟弟，然后每次都会说弟弟呀，今天有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弟弟怎么这么晚今天才来？可爱的男生称为弟弟，对不对？我每次没有这种待遇的啊。那你以后叫我一下阿棒，试一下。有点肉麻。好，那么现在换我来抽了啊，来抽这个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Teacher， 对，老师，好，这怎么讲？这回你先来说。这我妈在家里面，我非常震惊。我觉得老师应该是我去叫别人，大反派出现了啊！来，你妈怎么了？你妈是老师吗？我妈每次接到电话，不是她给人家打电话，因为我妈担任很多这个退休以后这段特别有意思，社会工作嘛，什么老年合唱团的团长啊，什么老年大学某个班的什么班长啊，她每次去联系她的学员，那些同学们，打个电话撩起来，哎，你好呀，我是陈老师。不，你学的不像，我用上海的叫互普，上海普通话，我跟大家学一下。你妈拿起电话就说。哎，侬好呀，我是沈老师。哎呦，沈老师，哎呦，我就是觉得这是很丢脸啊！我妈又不是什么老师，我觉得老师必须你有一个职业，你以前做过老师，对吗？那不管在什么场合做过老师，才可以叫别人叫你老师，从来没有人自己说自己是什么什么老师，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太奇怪了。那当然了，老师背后啊，也意味着某一种地位，不单单说你只是知识上可以传授别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意味着你在某一些知识领域，像通常律师像你妈妈，没有，你妈妈是怎样？我妈什么都不是或者某些医生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在中国就是有握一些权力的人，可能也会被像我老师。我们在那个企业里边，还有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供职的时候，经常需要给政府部门打一些咨询电话，对不对啊？你哪里敢喊人家什么什么先生，什么什么女士啊？被他们人家才不谈你。我也是。永远就是某老师，因为我是 HR 嘛。王老师啊，你好啊！我最近看到那个有一个新的法律，这一条我不太理解，能不能我来问您一下啊？这个里面是指代什么？对，一定要叫老师。有时候甚至于有求于人的时候，尤其是打到政府部门的这个电话，我们拿起来也一定要很客气的，哎，老师，你到柜台上面去办事。对，其实他只是一个 clerk。你只要出了上海，你到那个政府柜台上办事都要叫老师啊。OK， 那他只是很一般的一个 specialist 或者是 clerk。对，但是还有一次很有趣，我就是到山东去出差，我们中国的这个孔孟之乡山东出差，你在那个商店里面买东西，营业员也是叫你老师的。我在高铁站里面买烧饼，我真是被人家叫的我都晕了。老师的普及化了，老师您好，我们这边上了很多新口味的烧饼，您要看一下吗？老师，您要打包吗？手握权力，所以以后 Wilson 要打游戏来找你申请的时候，就会跟你说，老师，我可以打一会儿游戏吗？我如果要请你做饭，就说老师可以做饭了。这个太吓人。不过，他在知识领域有一定的高度，成为老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正常的。你比如说，在日本，医生、律师、教授这些都会被称为sensei嘛。可是我不太理解，像我们儿子国际学校里面，他们教中文的老师，他就自称自己是 Teacher Lin。我觉得不应该叫 Miss Lin 吗？他也是自称自己叫 Teacher Lin， 他们都有啦。比方说，直接称Mr. Marshall、Mr. Jones， 或者称他的名也有，然后自己叫 Teacher 什么也有。那么我要问看马来西亚观众们，就是你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特别是在华小或者读中时候，叫老师是叫 Teacher， 比如说他姓王叫 Teacher Wang， 还是叫 Mr. Wang， 或者叫王老师？而且如果是英语老师的话，你们是叫 Teacher Wang 吗？而且就是在大马又有哪些场景下会用上老师，就是除了在学校之外的地方也会成为老师，大家也来comment一下好不好？ OK， 好，那么现在又轮到王太来抽了，再抽一个现在是第4个了，不要走开时间过半，这个开始好玩了，就回到片子开头的老板，这个我觉得在这边也是很普遍的。我是在这边才被人家叫老板，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被人家叫老板。你没有被叫过？从来没有。对，到了这里，这倒不是，反而和 brother 比起来，是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对吧？比如说
你去买一个东西，比方说在保安室，别人都是 boss， 对吧？ boss， 虽然你经常把 delivery guy 啊，这些保安啊称为 sir， 我当然觉得这很好，更加尊重嘛。但是我理解啊，比较更一般的，也足够尊重和亲切的，就是一个 boss 就可以了。这是个马来文啊，那就称为 boss。这是马来文啊，我以为是 BOSS 英文那个老板的。Double S 是这个英文啊 ，BOS 就是 BOS， 这里写成。在华人之间，只要会说华语的，就称老板也有的，对不对？尤其我们在档口吃饭，太多了，吃完以后就说老板怎么样，那人家是真的老板，因为我们中文的语境里面，我们所说的老板是 business owner 的意思啊。这种说法发生在小额的商业交易场景，在中国呢也是有的。比方说你去买菜或者吃饭，别人称你一声老板也是有的。有吗？没有，有的，我没看到，我真没有看到过。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少的。尤其是小额交易啊，餐厅啊、菜场啊，老板怎么样，我觉得是有的。不过在商业的这个场景下呢，就用法就有一些变化。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有可能那时候大家开始做生意了，称为什么什么总啊，什么什么经理啊，什么什么老板啊，那个要加上重音，好像要突出他在商业上的一种这个地位啊，不像这里好像用的是比较普遍的，并没有说我称为 boss 就是把它捧为一个很高的这种经济地位，并不是这样吧。但我前两天偷听你跟你的马来西亚朋友相互之间 teasing， 然后你叫了他了这个 boss 之后，他说什么鬼 boss， 我是打工仔，就是他们其实有可能正儿八经的会觉得老板也是business owner， 因为他去一家公司嘛，就是做了马来西亚的 country manager， 所以我就特地强调我说你现在过去做老板啊什么的，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互相开玩笑。那我觉得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啊，就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很多人其实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出差蛮多的嘛，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中国称为总，就是总经理的这个总，以前呢就是指他真的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板，什么总那是蛮多的，什么王总、林总、张总。但是呢，现在在中国这个总字是有些泛滥了，贬值了。我们所有办公室里面每个人都是总。对呀。从行政开始，对，都可以到什么一个技术经理到老板都得加上总。张总这个话说的怎么样？王总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浮夸，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很多人是很 enjoy 的。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来马来西亚是生活之后，好像就是也是不工作了嘛。然后上一次开玩笑，我叫他是某总啊，我说你辛苦了。然后他回复说，哎呀，某总这个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我很喜欢。我的妈呀，很喜欢啊，对。我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也突然感觉没有人再叫我王总了，这是生活的变化，我反而觉得挺好的。OK， 好，现在是轮到谁抽了？你抽还是我抽？好，我来抽，那抽的肯定是你的阿姨啊，是。下面我这个英文我写的是 Madam， 对 Madam 在这边比较多，我觉得大家都普遍，就是女士，特别是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女士，有的时候你问她，请问您怎么称呼？她自己会自报家门说，请叫我 Madam Lee 啊 ，Madam Wang 这个样子。还有我们一些朋友去介绍他们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妈妈，她也会跟我们讲，你可以直接叫她 Madam Liu 啊什么的。对，或者这个很少见。你想要吃青豆了，就去 Madam 宽啊。对。也会有啊，这个 Madam， 我觉得这个是英文社会里边是很自然的，也是比较尊重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对人的，对你有一些年龄的女士的称呼嘛，对比较正常。那么阿姨什么意思啊？阿姨是个亲戚，你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没有，阿姨就是像我这种年龄中年女性，就是一般我们在上海人家就是这么，特别你去菜场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的年龄被提了好几个档次。我也觉得阿姨应该是像我妈这样年龄，人家老阿姨嘛，中国老阿姨嘛，对，中国老阿姨不是这一群特别的人嘛。但是我在菜场里面啊，人家20几岁的这个小年轻叫我阿姨，你这个菜要不要？那也就算了，60几岁跟我妈一样年龄的人跟我说，阿姨啊，今天这个鱼很新鲜，你要不要啊？我也是，笑得我鼻涕都出来了，说明人家看出来你已经有30年的下厨的经验啊，人家在经验上把你称为阿姨了，那不然别人怎么叫？老师要买鱼吗？或者说，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我们女的，像我也比较虚荣嘛，然后很多那种其他一种年轻的老板，他直接就叫你美女啊。对吧？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是美女，但人家叫一下美女，总是要比叫阿姨要开心吗？就像广东叫两女什么两宅这种。而且就是我们上海的一些这种小摊主，他们会直接，特别是像我妈这种年龄，她会叫我妹妹。
就是妹妹，这就比较好，那个很亲切嘛。不然我们两个出去买菜，叫我阿姨啊！不然我们两个出去买菜，人家叫我说，帅哥，然后叫你阿姨，对，画风有一点怪呀。像我们这种上海的本地的摊主就会叫你弟弟啊，那这比较好啊。我是弟弟，你是阿姨，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来买菜。你说这个有没有意思？就是我是老牛吃你嫩草啊！不，这个不要瞎说。好，那么在这里也有类似的，我们有时候稍微年长一点，那就会叫做 Andy Uncle， 对吧？这个也比较懂。是不是也有观众提醒我们说，可能他不是那么的友善啊？这个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也有人提醒我们说啊，你就叫姐会比较好，对吧？不要见人就叫 Andy， 是这样吗？因为我看很多观众也是 Andy 的，所以大家来说一下，是不是叫 Andy 就不太好，好吗？好，那么现在又轮到王太来抽了2个，你要哪个？这个。博士啊，博士，这个是我写的，什么意思呢？我发现啊 ，Doctor 或者是博士，这个呢，在两地都是比较通的。在中国，当然谁拿到了博士头衔，我们通常也会称一个姓加上博士或者什么什么博士，不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都一定会加上这个。这对别人 academically 的尊重，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对，在这里你看，我们认识到现在，我盘了一盘，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博士了。对哦，像跟我介绍斋月的这个叫林少斌博士，福建这个会馆的叫林中强博士，马大的叫饶兆斌博士，有一个你肯定忘了，我们还去一个女性的创业者 Dr. Eileen， 她也是博士来着，对吗？我们的顾客里面也有博士的，也有博士，对他们都会加上博士，我们也会称他博士，这个让我感觉很舒服，因为他确实一般都只在学术领域，对吧？然后一般呢，大家也都不会忘记把这个加上。对，这个很好，对不对？在中国，我们的这个圈层确实比较狭窄，我们家只有一个博士，我们的表妹夫，对吧？每次要夏博士。我小时候一直想念博士来着的，对，那从来没有。我们夏博士加入我们家族之后，我们家族的整个学历都往上提升了一道，平均学历。我以前这个念完一个研究生，我问那个导师说：“你也收在职的博士啊？是不是我可以来念一个公共管理的博士？”他说：“你还是好好上班吧。”没有这个慧根的。OK， 最后一个，那我就来告诉大家啦。这写的什么？亲爱的啊，就这个是你写的对不对？对，你先讲下面的好不好 ？Sweetie， 什么 Sweetie 啊？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你啊，是谁这样叫你啊？我这边认识的女性的朋友，不管是马来西亚的还是其他的外国人，就是只要是非中国大陆的，我们之间写 WhatsApp 消息，经常就是 Sweetie 啊、Honey 啊，然后 Dear 啊这样叫的。OK， 那么我上面为什么写一个亲爱的呢？我不知道。这个是在中国，有时候你跟店家之间。人家不叫你亲爱的，人家直接叫你亲，好不好？亲，这也很奇怪。我想了，这亲爱的。对，但我知道女生之间，我经常听她们之间聊天也是一口一个亲爱的。其实类似男生之间，在这里在大马喊 brother， 他们说亲爱的什么什么，亲爱的什么，我是听得有一点鸡皮疙瘩。我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在中国的猎头朋友，每次他见到我就叫我亲爱的，然后就是各种神采飞扬的表情，浑身就会扭起来这样的。我就立刻就是感觉一块冰块，然后化掉了这种感觉。对，我也有一个朋友，就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熟，但是他开头还有个男生也是叫我亲爱的，我有点他也许是真的爱你呢。我也在怀疑这个事情，真的爱你呀！我让他到大马来接受一下鞭刑。OK， 这个是这个。好，你还有什么要说吗？其实我们在中国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称谓，就是但凡特别是博主会叫人家家人们。对，家人们很多很多，有叫你家人们的时候，一定是要带货了，叫你买单。家人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欧卡的鸡腿？没有 MSG， 非常健康啊。好，只用好料。其实这个很虚假，但是很虚假又很真实。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对爸妈开口叫家人们的感觉，确实是让他们掏钱。我还有个补充来着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啊，在大马，虽然刚才讲老板啊这个事情叫什么总没有这么浮夸，但是大家很认真，又一定不会忘记加上的，就是他的荣誉制度下的那个等级啊。对，比方说拿督司理，对吧？像我们新华中学潘司理陈开荣女士，对，在场都得把它加上。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它是一个社会长久形成的
它是原先啊，在古代马来的时候，拿督当时就形成了，它是一个地区的一个首领这样来着的。哦，哎，而且人数是比较有限的，像敦的话，最多同时授予50个人。对，这个我们学校的家委会，我所在的家委会，我们也有一位拿督嘛。然后平时我看所有马来西亚的那些朋友们，还有时间很久的学校里面教职员工，都会叫他拿督什么什么。对，拿督那还是要叫的，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我们以前也略微的讲过啊，因为他这种荣誉体系是帮助整个社会稳定，因为他们其实也要做很多贡献。你看很多我们经过很多学校啊那些公共的设施，他们都会写着由拿督谁谁谁来捐赠的，对吧？这个是为社会起到了作用了。那我们就不多展开了，因为说多一定露怯啊，我们没有这么懂这里的荣誉体系。如果您懂的话呢，也可以多再来 comment 一下。那这样觉得自己很粗鲁啊！每次和这位拿督聊天的时候，我就直呼其名，不太礼貌。我也应该以后跟他加上拿督。对，拿督。对，而且我知道拿督夫人有个专门的称呼的，肯定不叫拿督夫人。我知道的，打听。因为跟他的太太也是打听啊，你应该叫他打听。对的。哎呀，我也是直呼其名。我叫他 Sweetie。OK， 好的，Sweetie Boss， 老板 Brother 你们怎么叫？还有些什么独特的称谓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